中国大陆北京政府这一次应该说是打蛇刚好打到7寸之上，你会看到很多货轮或邮轮哦，大部分都是挂这个巴拿马旗帜的，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便利旗，现在已经不便利，所以很多船东开始进行转籍了。那这对巴拿马来说的财政冲击就很大，因为巴拿马每年的财政收入有3%到5%都是靠收这个注册费来。那如果大家都来进行转籍，它马上的财政收入就会受到冲击了。美国未来可能是个威胁，有没有必要为了这样的事情跟中国大陆彻底决裂，立马就影响到自己现在的财政收入呢？这就是巴拿马现在稍微示弱退让，并且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有一个良好互动的原因。好，这时候巴拿马总统可是要急哭了，为什么呢？因为呢，在这边我们特别来看到中国大陆这时候仅加70艘的船只，重创了巴拿马在这边的经济命脉。今天我们会来关心相关的议题，也就是西川会前夕了。中美可以看到角力不断的升温，尤其中国大陆现在反制美国的动作明显的升级。今天要来看到的这一站就是在巴拿马了，因为巴拿马的最高法院最新消息废除了香港长江和记实业公司在巴拿马运河两端码头的长期经营权。于是呢，中国大陆他就在这边做了警告，说呢，巴拿马你现在一意孤行，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并且说会在政治上跟经济上都会让巴拿马付出代价。这话是这样说，动作是立刻下来了。我们来看到几项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反制动作。第一个，严格检查巴拿马籍的船只以及货船，造成本来呢在这些船上只要是挂着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就得在这边停靠的时间大幅的增加了。而且大陆还一共是扣押了将近70艘违反规定的巴拿马籍的船只。对于巴拿马进口的货物，像是香蕉、咖啡等产品，就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同时呢，我们知道海运的成本跟压力也会同样的升高。面对于来自于中国的动作，美国方面则是找了6个国家一起来发表联合声明，也就是针对于中国的动作，他说这个是海上贸易政治化的动作，警告中国西半球的主权不容你中国在这边乱动。那巴拿马的总统则是呢，现在立场也蛮尴尬的，他也只能软化下来说呢，我们确实已经收到来自于大陆高层的消息，港口合约我们接下来会交给国际仲裁法院来做审理，并且希望能跟中国大陆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态度软化就是因为呢，接下来因为中国的反制动作，可能会有很多的货轮船只，他们原本都是挂着巴拿马的国旗，但是现在他们就不愿意挂巴拿马的国旗，可能挂其他的国旗，那直接冲击的就会是巴拿马的船的注册收入之外，第二个就是他们的港口的财政收入了。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巴拿马总统在这个时候立场是有多尴尬，也只能向大陆来示好了吗？接下来他的损失又会有多大？委员怎么看？对中国大陆北京政府这一次应该说是打蛇刚好打到7寸之上了哦。就是对于航运界来说，其实大家比较习惯的哦，就是你会看到很多货轮或邮轮哦，大部分都是挂这个巴拿马旗帜的哦。那么包含台湾自己的几家这个海运公司，他们也有很多船舰，其实也都是挂巴拿马籍哦。那么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便利旗啊。因为长期以来在这个全球的航运界里头，巴拿马籍哦，某种程度来说，是比较方便的哦。那么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地缘政治的纷争。所以巴拿马大概有多少船只是注册在巴拿马下面哦，挂所谓的便利旗？大概有8000艘以上哦。就全球的航运界这种大型的邮轮、货轮，大概有8000艘。我觉得这次中国大陆北京政府很聪明哦，因为他在没有做过多的政治操作之下，他只是行使了在国际相关法律的合法规定，他执行了叫做港口国的监督检查。他执行港口国的监督检查，并没有违反国际法，这是本来就是任何一个港口国应该有的权利。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说美国要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来质疑中国大陆，说你为什么要这个监督检查的这么仔细？美国很难有失利点的哦。那你更不要讲美国扬言说什么西半球主权不容谈判，谁要跟你谈判？没有人要跟你谈判啊，我只是好好的来执行我的监督跟检查嘛。那但是对于船东来说，问题就来咯。他每多滞留1天，他就要耗费数万美元的滞留费用。那你还不要讲说，搞不好不幸被扣押了，更惨哦。所以现在这个原本挂所谓便利旗，这个旗如其名啊，就是很便利，现在已经不便利了。就巴拿马的旗帜已经变不便利旗了。
所以很多船东开始进行转籍了，就他本来登记在巴拿马籍，现在开始转了。那这对巴拿马来说的财政冲击就很大，因为巴拿马每年的财政收入有3%到5%都是靠收这个注册费来的。是。那如果大家都来进行转籍，它马上的财政收入就会受到冲击了。那你更不要讲说巴拿马看到川普现在的这个回应哦，是很官式，讲得很强硬，可是实质上看起来没什么效果。更不要讲说川普马上就要这个眼巴巴的跑去跟习近平见面了。你说在那个时间点上，川普会因为巴拿马来跟习近平翻脸吗？那你更不要讲说中国大陆手上还握了相当多的筹码来跟美国谈判。所以对巴拿马来讲，他认为川普的力挺看起来不见得会有效果，还不要讲说川普虎视眈眈的说要把巴拿马运河拿回来哦。所以川普也是一个潜在的掠夺者，对巴拿马来说。那么因此，当然现阶段他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美国并不见得可靠，美国未来可能是个威胁，有没有必要为了这样的事情跟中国大陆彻底决裂，立马就影响到自己现在的财政收入呢？这就是巴拿马现在稍微示弱退让，并且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有一个良好互动的原因。好，这个巴拿马的痛其实才刚开始而已。那中国大陆的反制已经对巴拿马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它还有另外一招，也就是大家还记得吗？去年我们讨论了很多，就是长江和记实业这间公司，它不是要出售它的43个港口吗？当时呢，我们谈到说，这个买家包括了有来自于美国的贝莱德公司之外，还有地中海航运。但是呢，因为这个怕有争议哦，所以中国大陆的政府是立刻否决了这样子的一个交易。那最新消息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它的招商局介入在这个交易的竞标当中了。接下来它会联手中远航运一起，希望拿下这43个港口之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现在还说要一起扩大在巴西的投资，拿下巴西的最大的跟第二大的港口。中美海上霸权竞争现在白热化了吗？舰长怎么看？其实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有关于马汉当年写的海权呢，那有关于海权的本身呢，那其实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它真正的用意也就是说，它必须要以军舰来讲，它要建立这个海上的一个交通线。那这个交通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贸易，而不是为了军舰跑来跑去啊。军舰跑来跑去，现在的燃气涡轮来讲很耗油的。那它其实是要维护这个国家的一个贸易啊。那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有这么多的一个就是使用方便期或者的状况？因为这一些国家，它对于无论是劳动法令、安全法令，或者是相关的税收啊比较低啊。那我们讲第一名是巴拿马，巴拿马其实它所拥有的是3亿3千万吨啊，它的排水量这么高。第二名是赖比瑞亚，第三名是马绍尔。你都没听过的国家，因为他们都靠这个赚钱。但是对于美国来讲，他强调他必须要掌有这一些水道。我们看到啊，现在真正讨论的重点在霍姆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这个就是美军他一直要确保的位置。为什么？因为美军他就是要掌握我们刚刚讲到的海上交通线的部分啊。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讲，那他现在为什么招商局又这样的一个扩增40个码头嘞？那其实这个码头我们看到的，也就是“一带一路”不断的所促成的。那这个所促成的部分呢，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为什么它的大宗的商品波动并不像其他国家这么强的原因，也就是因为解放军的军舰它确保了这个中远它这家公司的所有的商船都能够顺利通过我们刚刚讲到的曼德以及霍姆兹海峡的部分。那中国大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仔细想一想，远的不说啊，那也就是我们看一看这个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就是对日抗战的时候，日本其实也就是整个封锁了有关于当时中国所有的一个对外的口岸以及相关可能可以支援的港口，所以那个时候才有滇缅公路的出现了。其实就是为了弥补这个部分，也就更不要讲说更远的，也就是甲午战败之后的这一个马关条约啊，那后面所造成的这一个
8国联军的部分，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只是确保它的一个海疆的安全而已。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在中美之间在海上霸权上面的竞争，另外一个同样也是中美之间的竞争是最新消息，美伊战事之下，美国呢它最新将大陆的5家石化企业列入制裁清单哦，包括了说资产冻结、禁止交易。那中国大陆它就反制美国的制裁，它就实施了这个最新的办法，叫做阻断外国法律措施办法，直接不承认美国所执行的任何的行动，等于正式对美国长臂管辖来开火。老师怎么看？这个事情是4月24号贝森特美国财政部长这边宣布的。因为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当中进行封锁的时候呢，他要对伊朗的影子船队，也就是在销售伊朗的原油的影子船队，那大部分其实将近80%是卖到马来西亚，然后转到中国大陆，也就是说，其实它大部分是进入到中国大陆。进入中国大陆之后呢，它有相当高的比例是由大陆的这些中小型，他们叫茶壶炼油厂，来在做炼油，大概占整个中国大陆炼油产量可能将近有2成左右。这样一个过程，美国要把它斩断，所以呢，就针对中国大陆的这5家就是炼油厂，恒力石化、山东金城石化、河北新海、山东盛兴以及寿光鲁清这5家石化公司，也就是炼油厂。那这个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就是常被管辖，而且他就是要求不只是冻结资产，他们在美国的资产，这还不重要，他要求跨国企业在中国大陆的跨国企业，可能是美国的，可能是国际的，禁止跟这5家进行交易。那会影响到什么呢？比如说银行的交易可不可以？就不可以。所以你就会碰到这5家如果要进行 SWIFT 的这个交易的时候，透过国际的银行就会被禁止。那这样子一个禁止，中国大陆就反击了。在5月2号，他就用国务院的这个条例的方式，就是等于禁止美国的这种长臂管辖任何的企业不可以依照美国的这个条例，4月24号都公布的，然后呢，对这5家采取任何禁止的制裁或者是禁止交易的作为。那这个时候，国际上的企业在中国大陆就会面临到两难：你要遵守美国，你就会受到中国制裁；你要遵守中国，你可能会受到美国的次级制裁。所以这个变成一个两难。那第一个，这是一个在政策上就让这些等于是国际上的这个企业就知道，你现在不是只可以单纯盲目的跟随美国的常备管辖，你要付出更高的成本。那这当然就是企业自己本身要有法律上的这个意识。那第二个，我们看到说，它不是用商务部的这个条例，它是用国务院，它把它提升了。它是针对美国的这个财政部，然后再用国务院这个条例的法律位阶的提升，代表它重视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是，那到底它还怎么交易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CIPS 就人民币交易的系统现在的成熟度跟就是这种贯穿度其实越来越受到重视。这5家它可能大部分就会从过去有一些银行或者是不管是原油还是设备的买卖，用这个 SWIFT 改为到 CIPS， 是，那它就不会去违反到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条例。那但是如果企业还是支持这个过程的话，它还是会在这个中国跟美国的这个法律之间呢，受到了一个就是它的困境。因此，这个的的确确中美的一个很重要。我们看似小事情，好像是一个法律上炼油厂的一个法律反制但是代表着中国它自己本身在交易系统、在法律上以及在贸易上对国际企业，它已经有这个制裁美国常被管辖的能力了。巴拿马运河现在是全面的开战了，尤其今天要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大动作反制动作是3连击等一下我们会一一来看到一项一项的3连击，打爆了美国在这边的布局。另外，等一下会来特别看到是招商局在这个时候出重手，要重塑整个港口的版图，能不能做到？等一下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全球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运输航线包括了巴拿马运河，现在呢被推到中美对抗的最前线，直接要打的就是这一场经济战、航运战、
港口战，我们现在来一一解读。最新动作是美国呢这一次出重手，联手了6国啊，突然间说要高调的力挺巴拿马，并且一起指控中国在这方面政治化海运，还有侵犯主权。美国找的6个国家，包括了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等等的国家，一起对中国做出反制。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最新的回应，这是来自于发言人林健他说的：美方颠倒黑白，无中生有，并且长期霸占巴拿马运河，武装入侵。好，中国的3个反制动作，我们刚刚特别看到它的3连击有哪一些？我们来看到一些细节哦。首先，针对了港口的监督，现在做一个更全面的升级，也就是它做一个这个检查量暴增到262艘，滞留率也暴增，还有每日的滞留费当然也会跟着提升，费用大约多了5到10万美元，滞留时间拉长，影响的当然还会有运价跟保险费都会跟着一起上升。那长期下来，船东也会考虑是不是要做避险来转期呢？冲击巴拿马整体的结构。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大陆，它现在也决定它的航运的路线要全面的做调整，也就是中国航运改道已经不走巴拿马了。现在呢，中原海运立即停止在这边所有的港口的进出哦。那么严重的也会影响到巴拿马的农产品，像是他们的香蕉、凤梨等等非常热门的热带水果，70%以上的出口市场现在说遇到重挫。连带也影响到接下来本来有一个14亿美元在这边的新项目投资。最后，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在法律战上面也祭出反制，警告包括了马士基还有地中海航运退出巴拿马运河两侧港口的营运。那么长和呢，现在还向国际商会仲裁院来提起了仲裁，而且说这边索赔金额最高达到了50亿美元。刚刚特别提到的招商局现在准备加入这场收购财团，联手中原海运，希望能够抢下40个港口的资产。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赖老师来看这一波美国为什么突然间要高调声援，是不是代表巴拿马运河他们自己撑不住，中国在这边不断的给的压力？那刚刚看到中国的连3招反制，赖老师又怎么看？不但是巴拿马撑不住，美国也撑不住啊！因为巴拿马现在痛苦万分。当初他这样做是因为美国要他这样做嘛，尤其是美国的卢比奥啊，直接就亲自介入了，也到巴拿马去访问，就是要巴拿马那么违法的啊去没收中国的资产。违法的没收中国的资产，那中国是一个大国啊，怎么可能不反制？那巴拿马的政府、巴拿马的总统，他们自以为是，以为说有美国人当靠山啊，没有什么好怕的，所以他们就下手了。中国大陆之前是有先经过外交斡旋，啊，也提出警告，然后我们也看到长江合记本来还想屈服，啊，要找这个美国的一个基金，然后要介入，要卖给他，被中国大陆说你试看看啊，你看现在大陆。美国中国大陆有个蛮女啊，她也跑到新加坡去挂旗，现在也被终止了。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一些会影响到国家利益、出卖国家这个利益的这些企业、组织、个人，都会受到政府的制裁。长江合记很快的他就知道他犯了错，就回过头来，那现在当然看起来巴拿马的政府他已经出大状况了。出了大状况以后，美国也没有给巴拿马钱啊。坦白说，你美国你可以在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烧掉250亿美元，你就随便拨个50亿、100亿给巴拿马政府，你就会养他嘛。你养他的事情不就过了吗？美国人不是这样子，美国人不会从口袋里面掏出1毛钱，他只会想办法从你口袋里面掏钱放在他的口袋，但是他用的永远是利用别人来去打击。好，现在大陆的最大的致命伤在哪里？在于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你只要挂巴拿马旗的船到中国大陆来，基本上的检查会比较严一点，那就考验很多船公司，不管你是地中海航运，那是很大的船集团嘛，还有马士基也是很大的船集团，台湾也有很多船公司。他的船挂的就是巴拿马旗的，那你现在你要不要再挂巴拿马旗？你只要挂巴拿马旗的船，你到中国大陆来，那你靠港停，那检查的时间就很久了，你负担的成本就越来越高了。我觉得这个对于巴拿马的政府来讲，它的财政收入会影响很大。为什么？因为会有很多的船公司开始不挂巴拿马旗，
一不挂，你的财政收入就减少。我觉得这是一个致命伤之一。第二个最大的致命伤是在哪里？港口的营运。巴拿马的运河依靠的就是港口营运，而港口营运中有3大港口，其实3大港口都是很赚钱的港口。那也就是说，给地方的给巴拿马政府财政赚很多钱的港口，2个港口就是长江合记的这个港口，一个就是中原海运的港口。为什么？美国的船目前来讲，经过巴拿马运河的船最多的排名第1名的是美国，可是美国走比较多的是军舰。因为它的军舰不断的穿梭这个水道，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不付钱的，它不付钱的，因为它现在要求巴拿马政府不能收美国的军舰的过运河费，所以美国使用量排名第1，第2名的是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现在不走这条航运，那你想，巴拿马政府会损失多少？对。第3个就是有很多的船走这边的时候是靠的中国的港口跟香港的港口，那也是中国香港的港口，而他们是最有效率的港口。那换言之，也就因为有效率，所以它本身的吞吐量是大的，货运的整载量是大的，所以巴拿马政府的财政收入跟经济发展是繁荣的。好，这2个港口当初会被巴拿马这样弄起来的时候，是跟马士基还有跟地中海航运有关。他们说你没收以后，我来帮你经营。现在中国大陆把这2家企业的老板请到这个家里办公室来喝咖啡，应该是喝中国茶了。那喝完中国茶以后，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2家公司，你要不你就是整个失去中国的港口的营运，你要不你就是不要经营这2个非法的港口。那当然，这2家公司怎么敢经营这2家港口？这2家港口没有经营，那就荒废在那里。这对于巴拿马的政府的财政收入跟它的经济发展影响很大。那中国的海运自己也不走了，港口也把它停在那个地方。那请问一下，你巴拿马政府怎么应付得下来？所以我个人觉得，美国找到那6个小国，6个小国，各位观众朋友，您再看看盖亚那讲的那些6个小国。它对于中美洲跟拉丁美洲，它是没有任何影响力的，所以那就代表什么？美国这么一个大国能够产生影响力的，竟然这么有限，可悲啊！好，同样的问题也特别想让将军怎么看？现在看起来巴拿马已经变成中美对抗之下的牺牲品嘛？对，巴拿马运河其实对美国是非常重要的哈，就像是赖教授刚刚所讲的，美国军舰在那边走来走去，美国军舰它是为了巴拿马运河而量身定做的。各位可能不知道，在2战时期的时候，美国的像密苏里号这种主力战舰，它的船宽只有32公尺。为什么船宽32公尺？它就是为了要通过巴拿马运河，因为这边是大西洋，这边太平洋。那32公尺对主力战舰，我讲一个数字日本的大和号船宽是多少？40公尺，你就知道它为什么将自己船做这么窄，做成一条这个流线型比较细长的。那当然，巴拿马运河对美国来讲具有它战略的重要性。所以美国一直要控制这条运河。那之前我们晓得，就是林健所讲的嘛，美国为什么是曾经对这个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这个国家曾经武装入侵过，他就是派他的特遣队把他的总统诺瑞嘎直接抓到美国去审判。我们都知道这一段的过往的历史。那这次事情发生怎么样呢？因为巴拿马运河后来就变成由民间商运来经营，那由长和集团标到这个标，再分别在巴拿马运河的2端设立了港口。那其实这个相安无事也经营了30年。但是从川普上任之后，他就积极的想要控制巴拿马运河。他用什么方法呢？他就叫这个巴莱德去收购这个长和集团的这2个港口。但是收购你就收购嘛，但是没想到在今年的1月居然巴拿马政府配合美国川普，就由他们的法院直接裁定说是长和集团经营这2个港口是违宪的，就直接把这个长和集团没收了。那对中国来讲的话，他当然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尊严跟利益，还有国家厂商他应有的权益要维持。所以，那你说过第一个就是打官司嘛，叫长和集团继续去打官司。那第2个，你知道我们刚刚讲的巴拿马这个国家最大的软肋也是他靠这个赚钱的，就是我们知道很多国家的船都挂着巴拿马的国旗，因为巴拿马的税金比较少，检查也少那很多船东我去这个挂巴拿马籍的话，我可以减少我的税也可以规避我自己国家对劳工的检查等等规范也降低了成本。
所以他们都去挂巴拿马。巴拿马这个国家国旗挂到什么程度呢？我跟各位讲，全世界有5艘货轮，里面有1艘是挂巴拿马的货旗哈。那巴拿马政府也因此每年可以赚3到5亿美金的收入，占它国家整体的大概整体的收入将近到5%这么多，所以对巴拿马国家是很重要。那如今如果说中国对巴拿马的船只，事实上它是合法的哦。就你只要靠到我中国港口来，我当然要去检查。我检查就很多东西可以检查，譬如说你的消防栓这个还堪不堪用，有没有坏掉？那你船上的船员劳工体检有没有过？有没有按照规定等等。如果说这些都检查下来，当然第一个就会耽误到这个船往下一个港口运输的这种航程就会 delay 到。那这个 delay 到影响就很大，因为譬如说船东是。一定是，比如说上海港口靠完了以后，它可能下一个港口到日本东京，然后再下一个港口到这个美国的某一个地方。那如果说中间有一个环节 delay 到了，那后续就会 delay 到，那就会增加这些船东的营运的成本，也会增加它的这种保险费等等所以对这些船东也非常的不利。那中国用这一招确实是非常高明了。那紧接下来就看巴拿马。这个国家在这方面服不服输？如果说是不服输的话，我想中国还有后续很多的这种这个工具箱里面还有很多工具箱可以拿出来使用。好，后续的工具箱要持续观察。不过现在中国大陆出的3招这个反制，可以说针对美国跟巴拿马是。这个招招致命的，除了3招中国的反制之外，在这个敏感时机，我们刚刚特别讲的，彭博也爆料说，这个招商局联手中原海运反攻，要抢下40个港口。那现在也在说，刚好川习会快要到了，跟这个增加自己的筹码有没有一些关系？那老师又怎么看？美国国防部在去年公布了全世界有就是7大海峡跟运河，是他一定要掌控的，因为。从英国到美国的这个海权霸权呢，其实就是掌控海峡。哪7个呢？巴拿马海峡，然后呢，苏伊士运河，还有呢，直布罗陀海峡、白令海峡、马六甲海峡，以及新加坡海峡，还有呢，英吉利海峡。其实现在我们知道，赫姆兹海峡也一样的重要。对。所以美国现在在赫姆兹海峡等于就是被卡住了。他没有想到，以为赫姆兹海峡只是从海湾地区运油、运大宗物资，但是呢，它就影响到全球的经济跟能源。这是在军事层面那军事层面，我以上所讲的几个海峡，是不是美国的海军主要掌控？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如此，包含巴拿马海峡。那军舰穿过巴拿马海峡不用收费啊，这是川普的要求。所以，但是呢，美国现在把从川普一开始，中国的科技跟经济的发展就视为对他的霸权的威胁，所以就开始打贸易战、科技战。那现在就延伸到海峡层面以及港口层面。他也看到中国大陆在各个港口的，尤其是中远集团的掌握，因为很多其实港口是有好几个这个口岸，那好几个港口 piers，但是呢，有一些其实是1个、2个，有一些是整个。就等于是租给中远来做，因为它有整体的这种规划，所以美国在巴拿海峡呢，就等于是把经济跟商务的等同于军事，但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因为你已经试过要对中国进行科技战跟贸易战，搞到后来你变成川建国，对，拜振华，那你现在在码头或者是港口或者是海峡上面，同样是要去驱赶中国，结果你造成的是你经济利益的大幅的损失。那尤其是相关的国家可能会损失的更严重，而你有没有相对应的补贴或者是援助？有的话那就算了，可是没有，而它面临到全球连接在一起，港口再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那这个损失可能就更大了。所以我是觉得美国自己要认知到你在巴拿马运河上面的问题，其实你如果把它分为经济、贸易跟军事2种不同的，其实你还是掌控在军事价值跟这个航海的这个。就是主权上面主导上面，但是呢，如果在贸易跟
就是航运上面你要去阻止中国的话，到后来吃亏的还是美国跟巴拿马自己。好，包括今天要来特别还要关心到，就是争议长达1年的长江和记实业，我们上次讨论了非常多，现在确定了出售的巴拿马运河案出现了重大的新进展。赶快来看到这个进展呢，是来自于这个巴拿马最高法院在1月29号正式的判下了这个判决哦。他说，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旗下的巴拿马运河公司呢，持有的运河两端的港口合约是违宪的，而且契约是被判无效的。赶快来看到，这是来自于巴拿马的海事管理局正式的宣布。他说，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将借由接下来由这个丹麦的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来做接手。那针对于现在这个判决，我们来看到国务卿卢比欧怎么说？他说，美方现在对于巴拿马最高法院的这一项决议是感到非常的鼓舞的。所以节目一开始来特别请教马老师怎么看这一背后有没有可能有川普的在幕后操刀，是不是存在什么以台面下的一些大交易？好，这个川普在去年12月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其实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他的势力范围，他特别重视这个西半球，那主要就在拉丁美洲。那你也可以看到他对委内瑞拉的出手这些事情哦，还有包含对这个墨西哥的施压哦，还有包含对一些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相关作为，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历历在目。所以对于巴拿马来讲，因为川普上台以后曾经说，在1月的时候说要用武力的方式来夺回巴拿马运河。事实上，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从开这个运河的开发到营运，有很长的时间，这个运河的确是在美国的手上的。那现在，因为美国的航运，它如果要到东亚，这是唯一大西洋跟太平洋连接最短的一条通道。那这条通道，美国自己的货轮大概40%都要通过这个地方。可是这个经营权却落在香港的公司手上。那过去其实美国对香港应该没有太大意见，因为港英时期之后，它其实1997年虽然是已经回归中国，但是在那个时候它基本上香港还是大家愿意信赖的一个对象。但是现在掌握在香港手上，等于掌握在中国手上。那它的关键是，这所有的战略物资或军用的物资，或者是这个货轮里面载什么，其实这个管理者他会知道，所以这个资讯就的控制上面，其实就造成美国很大的困扰。那后面有什么交易？就是首先就是美国不希望域外大国把手伸进他的势力范围内，这个是可以肯定的。但除此之外，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他给了丹麦的马士奇公司。丹麦就是不久前这个格陵兰的这个行政管理权的拥有者哦，所以我觉得川普的交易性格里面，我看得出来好像有一点蛛丝马迹，就是说，这个沿约这件事情违宪，什么时候不好去审理？偏偏在川普的任内，而且是在他宣布他非常在乎巴拿马之后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2件事情，美国在背后一定有施压。那第二件事情是，这个经营权给的国家跟对象是一个美国想要跟他谈判他领土土地的这个国家，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非常浓厚的交易的味道。以至于我会相信，这后面应该美国是有特别是川普有他一盘棋的这个盘算。好，是不是要交换的是格陵兰呢？好，我们持续的来看。那回顾一下这个 PPC， 也就是巴拿马港口公司，他们其实从1997年开始呢，就已经经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那合约当时我们回顾一下这起事件，其实是在2021年延期25年的。那这一次判决就说了，延期25年是缺乏合法程序的，因此判它违宪。PPC 其实我们在去年已经讨论过了这个议题，它将它的港口业务出售给了包括了贝莱德跟地中海航运为首的财团，当时有估一下它的估值可以高达200亿美元，但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官方不希望港口经营权转交给美商，所以受到阻碍。那我们也来看到说，怎么样可以判它违宪？到底有没有这个法律上面的依据？像对于李嘉诚这一位长江和记实业的创办人来说，到底是牺牲，还是有一种感觉它是一个解套？委员怎么看？当然是赔钱牺牲了。但是注意到长和实业就是 PPC 的母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的母公司。那长和实业是不是李嘉诚的？不是。长和实业李嘉诚只有3成股权，另外3成股权是中国大陆的资金，还有3成股权是香港本地的资金，欧美资金只有1成。长和实业是这样，所以这里面
现在赔掉这一笔钱被没收了，它其实是被没收，被没收了赔掉这一笔钱，少说有将近30亿到50亿美金，也就是说赔掉的钱，李嘉诚只赔1/3，另外中国大陆赔1/3，香港本地赔1/3，欧美只赔1成。谈到这我就一肚气，一肚气啊！什么时候一肚气呢？今天被判违宪的理由是什么？有外国政府势力介入，这是违宪的理由。刚才为什么由这个丹麦马士基来经营呢？因为他不会受到丹麦政府的介入，他签了协议，就是说我不接受任何外国政府的介入，包括丹麦。这种任何一个国家把港口经营权让别人经营，其条件就是不希望外国政府介入，纯粹商业运作。我来解释给大家听不要把巴拿马运河跟巴拿马港口混在一起，这两码子事。你美国要说巴拿马运河跟巴拿马港口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巴拿马运河东西两端有很多港口，但比较重要的国际港口只有4个，东边2个，西边2个，结果这个李嘉诚的这个长和实业左右两边各一个，各经营一个，然后另外呢，在东边有一个是谁经营？台湾的长荣集团。在西边有一个是美国的 SSA Marine 公司在经营。换句话说，在这里面经营里面，为什么美国人不会去怀疑长荣公司有外国政府介入势力？因为长荣公司做得很好，连蔡英文去巴拿马访问的时候，他的副总经理都不敢出来陪，就是这个道理。但今天这个李嘉诚，想要把这个运河，包括其他40几个港口，跟运河毫无关系，那就是一个集装箱的转运港口而已。要把它打包裹，整个怎么样？整个要卖给贝莱德、跟地中海航运、跟新加坡海外投资公司。这个时候突然间来一个香港大公报，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媒，他说指控李嘉诚卖掉这个港口是民族罪人。是破坏“一带一路”，是怎么让中国的战略失误？红卫兵的帽子很会扣你就摆明了是什么？而且你是党媒的身份，你就给人家一个理由，你是外国政府企图干涉涉入。在很多大陆的一些网红不得不骂他们一顿，这是无知害国。你要知道这个港口本身如果你纯粹商业经营，他说因为我中国壮大了，因为我“一带一路”所以才拿得到，狗屁乱讲！为什么？因为他是1997年1月份签约的，跟你中国大陆什么关系中国大陆是1997年7月才接手香港跟你毫无关系，纯粹一个商业运作然后我当时把这个大公报臭骂一顿，有人说你是李嘉诚的什么谁，把包一包骂一顿，对，骂到了很多节目叫我评论就不敢叫我讲这个事所以你们这些无知的盲流大陆里面这无知的小粉红害死中国。现在以后中国人要去接手任何港口，那第一个你中国政府会不会介入？你不是找麻烦吗？你还搞什么“一带一路”除非那个政府跟你关系很好，如果那个政府不靠你吃不靠你喝，他随时来打你脸，没收就没收。人家已经投了50亿美金下去，像一个晚上没收。那你国家跟你讲说采取必要措施，不是我吐槽你，你最好什么措施都没有，你最好有。如果你连措施没有的话，你中国政府的威望在哪里？对，就整个被扫到颜面被扫到地上去了嘛。那为什么大公报会这么嚣张？是不是北京有人想要借这个机会修理李嘉诚？可是你修理到2件事，你这样无所谓，赔这点钱对他小事中国大陆的资金都是散户，香港资金也是散户，欧美资金还是机构法人，然后更惨的在哪里？剩下的你还敢去管其他的交易吗？当时还拿出国家安全法令，还拿出了什么香港合并法，我一看你们根本在鬼扯，然后我痛批他，很多人讲你破防了，你猜破防，我说无知卖国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到了今天还有红卫兵，就是大公报。你北京如果不处理大公报，你无法跟天下交代。因为香港它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的宝上海不可能，深圳不可能，北京不可能。为什么？
因为外汇管制嘛，所以香港可以有机会使中国变成金融强国。你们今天是自己拿刀子在砍自己，所以大公报非常可恶。好，那我们看到在大公报发了这个消息之后，中国大陆还有这一起案子的判决出来之后，中国大陆立刻也是做出了反制。那现在是2项的反制，到底有没有办法翻盘？等一下请小舰长来带我们看。第一个反制是说呢，长江和记实业起诉巴拿马政府申请国际仲裁跟赔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反制措施则是这个中原海运通知了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他们接下来会取消12艘的货轮到港计划，损失金额每日造成巴拿马大概是80万美元的通行费，舰长怎么看？我们来看到美军是怎么看这个巴拿马运河的。其实美军他要求他要能够掌握全世界第14个重要的孔道。那这14个重要孔道呢，其实在美洲就这个巴拿马运河。那这个巴拿马运河它的真正的效果是什么？也就是它在东部的这些军舰是不是能够适时的到达西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时间的话，如果从巴尔的摩出发，然后到达珍珠港的话，它其实需要22天。可是如果说它从圣地亚哥出发的话，只要6天就到达。所以这个如果说没有这个巴拿马运河，它要往南绕的话，那更可怕，这个时间更可怕。所以我们讲到说巴拿马运河这么样的重要，而且在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它特别提到了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那个建立或者是那个扩大通道，这里也就是巴拿马的重要性，它也提供在这里。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川普他的心中最重要的还是钱为什么？因为我们来看巴拿马运河其实是一个非常赚钱的港口。那而且呢，就是说大家要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或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其实都需要通过巴拿马运河，大家排队等那我们讲到说，2024年的话，运河的这个总利润近50亿美元，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至于说中国大陆有没有替代方案？其实早就出现替代方案了。第一个也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有关于前开港的部分。前开港其实它面对的，大家认为它面对的是美洲，不是，它面对的是亚洲。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它在10到12天之内，它可以到亚洲的任何一个港口。那这一个也就是它受到了其他的遏制，也就是说，如果巴西要将未来它的大豆的谷物送去，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必须要通过有关于南北铁路，然后再转运到东西铁路。可是现在这个红色的部分，也就是两洋的铁路，那能不能开成是一个问题。之前我们郑源老师已经说过了，这个以地缘的战略来讲的话，完全没有这个机会，美国不会让你做成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慢慢的在这个拉丁美洲西岸的国家就会越来越重要。那至于为什么美国会这样大家这样下手呢？其实我们来看“一带一路”的参与国其实整个拉丁美洲除了少数国家，我们这边有看到编号的，通通都是。那通通都是这个，也就是我们刚刚在看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我固守西半球，而且他要让中国以及俄罗斯他的所有的基础建设通通赶出去，巴拿马就是个开始。